你再说一遍，他们把你怎么了？没有，就觉得这工作也不太适合我。你刚刚是说你甄别出了一款有问题的产品，帮客户规避了一次财产受损的可能性，帮银行躲过了一次潜在的危机，但是你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是这样吗？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了。这帮坏蛋！哟，老贾，小蔡，刚刚邱总来电话了，他说对于我们这次把这个信贷产品的销售取消，他非常的不满。前2天他才说好了，这周可以给我们引荐新能源项目的负责人，这下泡汤了。你负不负责？负不负责吧？先别激动，先走，老贾，喝口水，走，喝口水。老贾，这事儿吧，我说我能负责，你信吗？还有啊，你不能老拿这个项目威胁人啊！我听说这个项目你跟了很久了，你连项目的负责人都没见面，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谈的。哎，不过啊，咱们帮方宇发这个产品，发了好几十个亿了。小蔡，你说这个话，你什么意思呀？啊？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虽然这个产品是咱们行代发的，但是他们方宇的产品，我们都是推荐给双金客户的。如果客户知道我们推荐的产品有瑕疵，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有瑕疵啊？方宇那是老牌的金融公司，好不好？对了，我好像听说那个什么叫杨华的，是你破格录取的吧？哎，我很好奇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他工作也没几年，就能堂而皇之当客户经理，给产品挑刺儿。我录取杨华，是因为我知道他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别说区区的一个客户经理了，他在北美最好的金融公司当分析员的时候只有22岁。哎，我敢保证啊，杨华说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你能保证？他要是错了，你负责吗？你负责吗？人都让你开除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啊？干嘛？蔡经理，赶紧出来一下！怎么了？杨华他回来了。他回来干嘛呀？回来了正好，我正要找他。哎，你怎么来了？你谁呀？您请坐。我是杨华的太太。现在年轻人真会玩啊！自己工作上出了问题，找自己老婆来出头。作为男人，我都为你丢人啊！您怎么称呼？我姓贾。您是银行经理。就是您辞退我先生的。可以请您跟我说说辞退我先生的理由吗？理由？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干了些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赶紧的跟邱总低头道歉，收回你的不当的言论，纠正你的错误，否则这一切的后果还有经济的损失都要你来承担，你知不知道？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做人要讲道理，懂规矩，尊老爱幼，吃饭不能发出声音，说话的时候不能用手指别人。后来我发现，原来有些人是没有人教的。你骂谁呢？贾经理，您对于法律方面好像不是很了解。劳动法规定，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辞退员工：一、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
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重大伤害。4、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关系。5、按规定劳动合同无效。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问您，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2，请您想清楚再说。杨华他对于外部金融单位托银行发布的产品的风险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请问他违反的是哪一条？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客户经理的工作之一就是服务于客户，这是对银行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请问，如果这都不是他的工作，那什么才是他的工作？你这是胡搅蛮缠！您这才是胡搅蛮缠。劳动法规定，在试用期内，就算用人单位发现劳动者不能胜任该岗位，也不构成辞退理由。公司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岗位培训，这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就算你们想辞退员工，也必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并且支付劳动者该段时间内所有的劳动所得。贵公司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仲裁院、新闻媒体，你想走哪儿？我们奉陪到底。不是你到底是谁呀？我是浦江程宇慧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我叫秦诗。你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走吧。